迎持续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伦。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赶紧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首先就要讲到临近我们的日本，大家最喜欢去的日本哦，也被说是哥哥日本。好，日本发生什么事情呢？很多人可能没有特别关注，但是这对日本来说也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情。我们知道他们才选出他们的新任首相这个石破茂，但是他们最近众议院大选开票完成了，结果呢，自民党是惨败的。好，我们赶紧带大家来看哦，他们多惨败呢？56席惨败，现在有执政联盟没有过半。好，在这应届的456席当中，自民党获得191席，他的友党公民党是24席，自民党锐减了56席，就掉了56席，公民党则是减少8席。所以有自民党加公民党的联盟总共掉的是64席。好，最大的在野党立民党则是成为最大赢家，从选前的98席增加50席到了148席。好，倒是跟大家讲一下这过半要222席哦。那目前看起来在野加无党籍是250席。那确实250席，如果他们都有结盟的话，是可以推翻这个日本原本的这个自民党。但问题是大家的每个心思也都不一样，所以左翼也可能很难执政。我们等一下请这个来宾帮大家研究分析一下。好，那石破茂在不久之后也将召开了国会在进行首相指名的选举时，这个首相石破茂是否还会再被指名为首相，目前难以判断。也有人认为他可能是执政天数最短的首相哦。那到底为什么自民党会这么惨呢？人家的评论是说他们输在不知反省，因为日媒报道说政治跟金钱就是最大主因嘛。像这个日经亚洲就报道说，通膨压力跟腐败的丑闻，当时这个自民党的选情受到严重的冲击。去年年底爆发的议员小金库丑闻，也让自民党陷入了一个分裂。好，那到底为什么惨败呢？国际政治则是说，像是 BBC 他说，执政党大败的结果是一场完美风暴。一方面是自民党深陷政治现金丑闻，那数十名执政党的议员困在政治募款活动当中，收取数百万美元遭到调查。那另外一方面则是日本民众受到通膨、高物价、低薪低迷经济所苦。简单来说，就是日本现在大家的生活非常不好，所以当然就反映在了这个选举上头。那石破茂的立场其实也有一些状况他有点摇摆不定。我们知道可能是因为中国的因素，他过去确实是想要这个延续像是安倍晋三啊、菅义伟或是岸田文雄的一些政权，但是他又不这么亲美抗中，他又想要跟中国有些合作，所以在这个立场上面感觉是摇摆不定的。这也被认为说这是让他失去了这个国内外对政权领导能力的疑虑，所以选票流失了。这日本真的在风雨中飘摇，所以外交、通膨、政治种种的因素导致了自民党惨败。好，那现在他的同盟也是日本是美国的同盟嘛？那美国这边是不是也因为这样，所以下一个首相外交政策也不是那么确定？现在频频出招呢？我们看到他们这个美军的海军计划在未来几年之内，从航空母舰上面飞行战斗协作航空器无人机，目前已经成功的运行首个在航空母舰布希号上面的无人空战中心，短期之内将专注在发射和操作新兴的这个 MQ-25 黄鲷鱼的无人机上头。那这些系统目前都会先支援这个 MQ-25， 但是未来也将支持其他的无人系统。那说像是未来空中的一些舰队的协作战空机都会有。那另外还有复制人的雏形曝光，这是最新的无人水面舰艇也是这个公司研发的第3款，而且是最大型的无人装置。那这是要打造低成本的无人船。另外还有就是说，现在可能担心解放军击沉太平洋的军舰，所以美国是希望能够装备载舰版的爱国者飞弹。他们装舰的就是爱3增程型的飞弹他们是为主的一个舰载版的爱国者拦截飞弹。不过现在这个爱国者3上了这个舰拦截高音速武器之后，大家认为说这有点在渲染中国飞弹的威胁，所以好像是不断的制造这样子的舆论，让整个全球发酵。那中国大陆当然也有一些反制他们也有一些征用
民用半潜式船只来充当岛屿作战直升机的中继平台，要进行几次的模拟岛屿突袭，甚至他们也传说中国大陆在西沙中建岛来装反隐形战机的雷达。不过英国智库这边则说，这就是扩大他们在南海的一个侦察的能力。那中国大陆在侦察卫星上面也有突破也就是不管美国的航母未来走到哪里，共军都能击中，就是要实现一击必中的能力，有这么厉害吗？亮哥，这个日本的选举真的让很多人都意料之外。这个自民党一党不过半当然可以理解，可是执政联盟也没过半。对，没。那233这个215嘛，距离233是18席啊。是。那目前传出啦，他可能去结合那个中间偏右的国民民主党，因为国民民主党有28席，那这样加起来就会过半。那当然这个也考验野田佳彦啦，就是立宪民主党的这个他如何去弄出一个在野的多数啦啊，两边在跟时间赛跑啊。这个事实上也发生在1993年啊，1993年那时候自民党也第一次没过半。那结果大家跌破眼镜，就是7党1派竟然被联合起来变成执政党啊！那自民党第一次下野啊！那可是很厉害了，日本的保守政治真的蛮厉害的啊！后来自民党就开始分裂了，那政党就开始重组嘛啊！事实上，连立宪民主党大部分都是从自民党出去的哦啊！所以严格讲，广义还是保守政治啦，那只是没有那么右这样而已啦啊！就是立宪民主党一般大家就认为就是民主党、自民党里面比较偏改革的啦，这样一群人啊。那所以现在的结果还很难论断啦。当然最快的就是石破茂跟国民民主党谈定了，那他就215加上28就过半了啊。那如果是立宪民主党他来组多数联盟啊，那他一定要扣除共产党啊，因为共产党加入内阁，我估计大部分的人不能接受，所以你要扣除8席啊。那扣除8席之后，你距离233就很近哦，所以就要所有的党派都加入。哦，这个考验野田佳彦的说服力了。那当年那个日本新党1993为什么可以完成啊？那事实上跟西川户溪有很大的关系了啊。那还有日本社会党，他们愿意结合了啊。这个，所以我们现在还看不到啊。目前大家还是认为这个石破茂把这个国民民主党拉进来的几率要高一点啊。可是还没有确定啦，还没有确定，就看大家怎么谈嘛。因为上次你记得吧，那个这种多党政治啊，上次荷兰也发生过一次啊。就荷兰那个极右翼成为多数党嘛，结果他组阁组了2个月，组不出来啊，不好整合嘛。啊，也有一种结果就是两边都组，啊，结果都组不出多数，那自民党加国民党就变成215，以相对多数继续执政，这也是一种啊，可是这一种就是比较不稳定的政府了，因为你可能会有各种法案，那表决就又要重新结盟这样啊，所以。坦白讲，结果还不知道啦。不过，我觉得总的原因当然就是自民党它的政治现金丑闻实在太多了啊。然后从2022之后就一直执政嘛，2012执政到现在12年，都是同一个执政联盟，所以腐败现象实在太多了啦啊。那石破茂这个人也因为这样，他在党内做改革啦，那他就把很多安倍派的都踢出去。或者不提名啊，结果这次我印象中好像有4个还是5个，就是安倍派没有被提名的，他自己选还当选，所以我跟你讲啊，这个哇，政治实力也蛮强，很强，不，这个就跟无党籍一样嘛，就国民党你把人家开除了，人家照当选啊，对不对？一样啊，所以我坦白说了，石破茂第一个他的本来他就没有什么派系的色彩，所以人际关系本来就比较弱啊。然后自民党经济也没弄好，贫富悬殊啦，然后自己的政治现金丑闻一大堆啦，这个都是败选的原因啦。那事实上投票率也没有非常差啦，最新统计的投票率是
53.1%。好，那赖教授怎么看日本的？石破茂要不要为这次败选负责？当然要嘛。败选的原因2个，一个就是经济的问题，他不用负责，因为经济会搞得这么糟，跟石破茂关系并不大。因为这是从安倍晋三、菅义伟一直到岸田文雄所一路搞下来的。那因为他们都追随美国仇中反中嘛，所以跟大陆的经济越来越糟，然后日本的经济又一筹莫展，所以他目前所呈现起来的经济困境，选民并没有把它怪在石破茂上面。但是问题就是为什么会惨败？除了这个原因之一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刚刚讲的政治丑闻案。政治丑闻案他上来以后，他的改革没有获得日本选民的信任跟满意。那为什么他要负责任？那就是因为他提前解散国会，所以他可以到明年才解散国会嘛。就按照国会任期满了以后，可是他提前解散国会，是因为他希望交给选民对他一个信任的投票。结果他失败了，失败的情形下，那他造成了今天自民党的困境。他是一个自民党的总裁，他当然要负起责任嘛。所以他们的选策会的这个主委已经辞职了嘛，小泉全民党的儿子小泉，他是选对会的主委，他说那我就负责任了，我辞职。可是你石破茂，你可以不辞职吗？我觉得如果他有羞耻心的话，理论上讲他应该要辞职。不会辞职对。就是因为他拒绝辞职，他已经第一天说他不辞职，他要争取。那这样的话，在日本来讲会被质疑你有没有羞耻心。我觉得这是一个，因为日本人的文化好像会觉得应该要负责，他们会觉得你应该要负责任。好，那目前来讲，对石破茂来说，他怎么挽救他的政治生命？他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内获得联合执政的机会。如果他不能够破解不能够挽救于自民党可能继续执政的这个危机的话，那一旦成为在野党，他一定要辞掉自民党的总裁。我想林芳正已经在选前已经挑战他了嘛，还有就是高市早苗也在挑战他，麻生的派系跟茂木敏充当然也随时准备把他推倒嘛。可是其他人可能选出来票数都比他少对，可是我觉得以他的目前的情况来看的话，那他要尽短的时间内来寻找到一个政党。或是一个联合几个政党来跟他共同执政。可是刚刚所提到的国民民主党，他的党魁在今天已经说话，说不打算跟这个自民党来联合执政。那现在的情况是看你石破茂如何去说服他，就是把这个部长的位置是不是释放出更多一点？协商，这个就是丢筹码。所以野田佳彦也说他也要他要执政啊。所以那现在的情况就变成是。你要让多少东西出来？所以现在的情况是，这些小党其实站在最有利的态势，大党不见得是最有利的。你看绿党拿到什么？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他那个绿党外交部经济都拿到了，是啊，还有国防部了，对3大部都被他拿下来了。所以在这个情形下，这个在日本小党是处于最有利的一个态势，待价而沽嘛。可是我个人认为，日本的政治混乱一阵子，这个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我们就看他们再怎么去操作。美国目前的造舰确实出现很大的问题，我觉得他们在炒作这个无人舰，它在战略上是有限的。为什么？因为目前无人舰它本身没有办法做远程的力量投掷，这第一个。第二个，它的火力打击是弱的。我们一般来讲，你看像一个几千吨，例如说7500吨到12000吨，一个就是不管你是动55或者是动52，他们这种7000到12000吨的，都有几百个人在那边工作，它的垂直发射器就100多具，无人舰没有办法有这么大的作战能量，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过度炒作，只能够做短程的突击战而已。好，严教授持续帮我们分析一下。我觉得今年就是对这个执政者都是不利，除了台湾之外就是每一个选举我们看下来包括法国这个马克宏在国会里头也失去了多数，包括英国非常惨的这个执政党保守党非常惨的输掉，印度莫迪也是不是很好，虽然他赢了，但是赢了不多然后包括韩国的国会选举。也是反对党增加席次执政党掉了席次，然后我们这样子一路看下来，就觉得说日本这个发生执政党今天失去这个多数，应该是不是意外？今年就是选民对执政党不满嘛，
然后特别是日本在5月份的时候，这个国会议员的补选里头，当时就我们已经看到立民党已经3席都拿下，那自民党那个时候写说不影响他的多数，现在这一次选完以后真的是影响了啊。虽然他是第一大党，但是有点像台湾一样，你是第一大党，但是呢你没有过半，然后即使你加了你的执政联盟也没有过半，你再找独立的加起来可能还是没有办法过半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如果大家都没办法过半，我觉得会不会到最后就变成是说，我再给你一点时间，让自民党是用少数执政？这个在我们讲说，在这个内阁制里头是有发生过，就是第一大党没有过半，但是大家都没办法组成这个过半的联盟，那就由第一大党暂时少数执政，但这个是非常脆弱的，很可能随时就会被换掉啊，所以但是这个就是我想石破茂现在大概希望就是朝这条路走，就虽然我没过半，但我是第一大党，对不起，有点像我们赖总统觉得他是第一大党，少数总统，他其实是少数，他其实是双重少数，但他因为他赢了总统选举，他觉得是这样，那所以这个是现在日本面临的。刚才我们已经讲了，日本跟台湾很像是30年工资都没有上涨，但是现在通货膨胀很严重啊。然后你也看到日本人对这个贪腐的问题，就是说我工资没有上涨，然后我还看到别人执政党的这个议员们相对剥夺感很强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我看了那么多今年这个选举下来，我也可以预测可能美国也会发生到惩罚执政的，可是还好执政党不是由拜登出来所以如果是拜登一定输了拜登就已经提前 over 了。对，已经提前 over， 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在这个 social media 这么这个兴盛的时代啊，大家对政治人物的那个，我觉得那个叫什么保鲜期都很短一下子就大家就觉得厌倦了，很快就会很难再有这种我们讲说可以长期执政，像梅克尔这种大家都会觉得说可以接受的，我认为在未来这几年，在民主国家很难发生的。对，确实就是说，这个大家用选票来投票，这也是一种课责。那现在大家对于课责的力道也会越来越大。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接下来我们持续要来探讨，就是中东战争的局势发展。其实最新的一个状态是，以色列的情报机构，也就是摩萨德这边，是不是被警告了呢？因为呢，他们在27号的时候遭到一个恐怖攻击，就是一辆公车靠站在乘车上下的时候，就有一辆大卡车是直接撞进了公车站。那以色列媒体有超过30人是受伤的。那在这个摩萨德门外，就是情报机构的门外，当然就会被认为是有一些目的性存在嘛。这攻击地点呢，就在情报机构总部所在的格利格特基地之外这个卡车驾驶当场是被民众拿枪给击毙那跟以色列敌对的哈马斯发声明赞扬说这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总部附近发生的英雄式冲击的攻击事件。那他说这个以色列时报这边倒是没有特别讲说哈马斯对这件事情有承认责任，所以看起来在以色列这边对这个事件有2种不同的看法。但看得出来，现在这个是不是有关于跟人质有关呢？因为摩萨德的负责人就要前往杜哈，那他是在周日飞往了多哈，跟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的局长来一起进入讨论要讨论是释放人质协议的这个尝试。所以这个大卡车到底为什么会撞这个以色列的情报机构？是不是对人质的事情不满，所以发出一些警告呢？不过现在以色列当然是 Bodega 嘛，因为很多人说他们有美国当这个靠山。那现在美国媒体也说了，这个 CNN 提到说，纳坦雅胡非常感谢在以军对伊朗袭击当中提供的密切协调和协助，而且说这次的袭击实现了所有目标。那 CNN 也说，拜登政府官员先前表示，美国没有直接参与这一次的袭击，但一直在以色列密切的磋商。也就是说，虽然美国没有参与，但是他一直这个以色列都有跟他汇报一些相关的讯息。那以色列这个举动，
美国可能会不太开心，因为感觉像是要拖美国来下水。那以色列现在也预计说，伊朗可能不会有大规模的报复哦，因为现在加萨停火谈判是还没有做确定的。但是以色列这边就说咯，其实我们这个发动报复空袭的话，如果伊朗出声，就会警告美国。我们看到就是伊朗这边讲说，美国在支持以色列破坏地区安全方面有发挥重要的作用，所以要防止这个地区有冲突加剧的话，伊朗这边就警告美国说，你不应该你应该要继续控制以色列，不应该陷入以色列的陷阱里头。所以伊朗是出声来警告美国。那以色列突袭空袭，伊朗的最高领袖说，如果是有考虑是要向以色列这边来展示实力啦，也就是伊朗的领袖也首次回应说，不应该夸大或是淡化以色列这次的袭击，但伊朗还是会考虑以适当的方式来展现实力。也就是说，虽然你以色列打我，我不一定要马上做回击，但是我们还是有考虑要怎么样来上做报复的攻击。那伊朗总统则说，不寻求对以色列开战，但是也准备好适时的来做回应。但问题是，伊朗现在恐怕也面临一个蛮两难的局面，因为打也不是，不打也不是。如果伊朗报复，紧张局势会升级；但是如果不打不做的话，也会让盟友还有国内强硬派认为，哇，伊朗实在太软弱了吧。好，那以色列防长则说，现在伊朗跟这个已经不再能有效的利用代理人来对付以色列。那他说的就是巴勒斯坦的武装组织哈马斯以及黎巴嫩的政治还有军事组织真主党，所以看得出来，这个以色列对于伊朗觉得就是很弱很弱啦，所以已经没有办法再有效代理人了。那以色列也想把伊朗的势力踢出黎南跟加萨，有这样子的氛围。好，但是以色列总理这边也说了一件事，他说他们这次空袭伊朗非常的精准，但是国际原子能总署似乎也打脸以色列他说，伊朗的核设施都没有被破坏都没有被受到空袭影响那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则说，现在救回人质必须要有一些痛苦的让步，这两件事情就连在一起了。是不是因为要救回人质，所以他们就是虽然要打，但是有些地方不能打，所以才有这个痛苦的让步？亮哥，现在怎么看中东战局啊？就是各说各话，然后每一方都有说部分真话、部分假话，这样。事实上，伊朗也宣布以色列没有打到他的石油设施啊，所以估计以色列就是打军事目标啦。那军事目标就是预期中的目标啊，就是核设施、石油设施都没有炸啦。因为如果石油设施被炸，那油价一定会反应的啦，大家不会那么笨啦啊。所以我觉得以色列也是在找下台阶啦，就是他也不愿意承认说他没打哪里啊，因为他也有对内交代的问题啊。那也感谢美国啊，事实上就是美国把他 hold 住了因为美国还事先对外泄以色列攻伊朗的计划，对不对？我觉得那种动作应该就是美国故意要让你破局啦，那你就照我的意思去打军事目标啦。那伊朗你也不要回击啦，就这样假装没看到。事实上上次就是这样啊，今年4月就是这样结束的所以我认为也不会有进一步了。其实真正的焦点是加萨啦，我说实在啦，因为加萨以色列已经没有理由再打了。你那个鹰派的领导人也死了，鸽派的领导人也死了。我说哈马斯啦，那哈马斯提的方案，我认为美国已经可以接受了。美国说，你只要那个停止战争，我就把人质释放。那以色列之前有讲嘛，说我要消灭哈马斯。那什么叫消灭哈马斯？它的定义是鹰派、鸽派领导人都死了，这还不够吗？那难道你要每个都死吗？他可能对他来说不够。没有人这样在算战争目标的啦。你去看所有的战争，没有说希特勒死了就该结束了啦。你有说纳粹全部要死光吗？没有人这样搞的啦。所以就是主要的干部或者是领导人，而且10月7号那个突袭以色列的事件，就是那个鹰派领导人啊，这个大家都确知的事情。所以这个战争已经没有理由再打下去了。你再打下去都是非正当的目标了。我坦白讲，他的非正当的目标就是要占领加沙，然后他要把他的
这个以色列的屠垦者再让他移民过去嘛，简单讲叫扩张领土啊。那这个我认为美国他也没有办法公开支持你了，因为这就违反国际法啊。所以目前我认为不是摩萨德啊，那个哈马斯的主张，事实上我认为很多欧洲跟美国一些国安的官员已经可以接受了，就是他就把人员释放，那你就签个停战协定。那可是问题就卡在以色列要不要撤军那如果以色列坚持不撤军那这个就签不出来嘛。所以我跟你讲，也不是说我简单讲一个说战争结束，那你人质就释放，这样就结束，不是战争结束你要撤军不然怎么叫结束呢？那我认为这一点要落实相当困难。对，就看在以色列到底要不要撤军这件事情，赖教授。我个人的推断这个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停火，我觉得很有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就会达成了中东地区的战火应该也已经接近要告一段落了目前以色列跟伊朗他们两个国家在进行一个非常奇妙的探戈双人探戈，跳得很特别伊朗已经向以色列证明了，就是说他有能力突穿以色列的防空的作战能力，即使你有装萨德，伊朗有能力突穿。所以如果他要造成以色列的平民百姓或是基础设施大量的伤亡，伊朗可以做得到他已经有证明这个能力了。那以色列在这一次的突袭中，您看看100多架的战机，3轮的攻击，20几个军事目标，结果打击20几个军事目标，观众朋友只阵亡了4个士兵，这个代表什么？伊朗说他们前一天就已经知道以色列要攻击了，那是谁告知？是以色列告知还是美国告知？但是我确定不是伊朗的情报机构所掌握到了，那就是他被告知说我要打你，而且不会打核设施，不会打石油设施，我只会打那些设定好的你也知道的军事目标，所以你那些目标你就撤走。目前没有传出那些军事目标有重大的伤亡、重大的损害，都是有限的可控的损害。所以你看，以色列也证明，以色列向伊朗证明，我可以精准的达到你的军事目标，我不做而已。伊朗也跟以色列证明，我有能力达到你，我可以不做而已。那既然双方都已经证明有这个能力了，但是双方为什么都不做？那就是双方不想引爆彼此之间的全面性的战争。那这样的话就是适可而止，我们就翻过去吧。那伊朗就说，那现在球轮到我身上了嘛，所以我有适当的这个反击权，就是我选择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对你做什么样的反击，这是我的权利了。那什么时候做，那就要看加沙地区了，因为你要解决红海这胡塞组织的问题，加沙要停火；你要解决这个黎巴嫩南部真主党跟以色列之间的不断的攻击的问题，要停火，要加沙停火。那我们要问的问题就在于，那加沙已经打成这么烂了，以色列你还要打多久？还要打下去吗？我觉得以目前他们的国防部长所说的这句话，其实就透露讯息了。要想救回人质，必须做出痛苦的让步。那这不就是已经在暗示说，如果人质可以完全释放出来，然后签了一个停战协议，加沙地区是不是采用什么样的治理方式？例如说，是巴勒斯坦，还是由联合国，还是由哪一些国家共主一些治理方式进入这个地区，而不是再由过去的哈马斯独占的治理方式？那如果有一套的治理方式是大家都可接受的，那哈马斯也可接受，因为大陆事实上已经成功的把哈马斯等派系在北京有召开了一个联合的主政的一个大和解的一个会议，所以未来是不是一个以巴勒斯坦为中心的核心的一个方式去治理加沙，开始对加沙进行战后重建？我个人认为这个是可期待的了。所以不久的将来，我估计以色列应该准备要停了。好，真的希望赶快停火战争哦。好，我们严教授怎么看？
我想第一个就是说，目前以色列得到美国的支持，至少拜登政府是挺以色列的。可是如果说是贺锦丽上来，这个挺的力道是不是一样？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观察。所以还有1个礼拜就可以知道啊，就是说以色列内塔尼亚胡的表现就是他的这个反应会是如何。因为如果是川普当选，我看他也不必谈和平。他就继续打下去了啊，因为川普基本上就开了一张空牌支票给他，因为是全力挺他嘛，完全不会去考虑，就是说你现在看起来似乎有一点点据点了，难道他又要打逗号？没有，还不知道。但是我至少我还是一个问号啦，就是说，如果今天川普已经就是说胜选的话，我觉得内塔尼亚胡觉得哇，天赐我的最大机会，我搞不好，刚刚我们讲说不可能，亮哥也说不可能，你就消灭掉这个哈马斯，对不对？对。但是我研究非洲的内战，特别在这个卢安达的这个屠杀当中，胡图族要把图西族杀，他说你不可能以为你会杀完吗？他说怎么不可能？我们已经 halfway there， 已经一半了就杀了那么多。以色列从来没有说要种族灭绝啊。对，但是我的意思，他会把他们赶走啊，这个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以色列如果今天他获得了川普的背书，川普力挺，我觉得这个态度可能真的不一样。所以现在这还是取决于美国大选的结果。我认为那伊朗当然就是会认为说，如果说今天是川普赢的话，他的这个跟以色列大概他就到这里为止了，他下面可能没有赖教授所讲的再一步的行动了。对，那如果是民主党赢的话，我觉得至少是以色列会承担一些压力，那会愿意走上谈判桌，但是我觉得不是谈一个永久的和平，只是一个 ceasefire， 只是一个停火。让这个大家觉得说人道的事情可以然后你可不可以不要随便乱炸到联合国的维和部队的东西就是稍微遵守一下基本的国际的战争法的。所以还是没有撤军嘛？不会，我觉得不会撤但是至少就是说会有一个比较缓和的冲突。对了，那因为这样子打下去，大概双方也都受不了。我觉得以色列人包括他们很多这些人质的家属也已经有点不耐烦了。那我觉得，如果是川普上台，他们觉得说哇，我们这一点搞不好连释放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些人可能还是希望贺锦丽上来了。对啊，人质的家属当然会不耐烦啊，我们的家人就在别人手上，而且始终没有救回来，说不定死活都不知道。好，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那很痛苦的。欢迎您持续加入节目现场。我们接下来要关注的就是美国。我们知道美国现在快要总统大选了，但是他们的经济也是这一次大选的一个很大的这个焦灼的目标。那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叶伦，好，叶伦是美国的财政部长他们其实呢在新闻发布会上面向来这个世界各国的金融主管、官员等参会人员都会来介绍一下这个美国的经济还有前景，以及美国对世界经济的一些看法。好，但是当叶伦在讲话的时候，就发生了一个事件。我们赶紧来看画面因为记者问到说，美元地位的部分的时候，叶伦的讲台前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声音，对不对？他往前看了一下，美国的财政部徽章居然脱落了，当当掉到地面上这巨大的声响，这让叶伦自己都被这一幕吓到，低头看了一眼。很多人是说，这会不会是不祥之兆？当然，媒体一定会下这种问号的这种比较标语式的说法。那到底是为什么呢？好了，就赶快去修一修这个徽章。好，但是问题现在美国确实有些经济问题像是不断破表。美国银行这边的执行长就说，如果不遵守财政纪律，让收支平衡的话，美国的经济恐怕就会毁于在国债上面了。好，那美国的政府也承诺说，Intel 我要给你一些补助，之前说的补助是85亿美元，但是执行长
基辛格对美国政府现在对于提供承诺的晶片法案资金拨款进展，他说相当缓慢，而且还说非常的沮丧。这个85亿美元多多呢？台币是2725亿元的直接资金，但到现在 Intel 都还没有收到半毛钱，到底是为什么呢？这就是经济有一些困难嘛。那他们现在在选举，那选举谁能够把美国经济拉起来，也是选民的关键点哦。你看刚刚日本我们讲也是有类似的状况。好，但是现在选情真的是难分难解，我要说难分难舍。好，纽时封关民调说川贺的支持率达成了平手，所以7战场州将会定一个胜负。他们的公布封关民调说，川普跟这个贺锦丽是48%跟48%的平手。那10月初的纽时的这个民调支持率，贺锦丽这边在潜在的选民当中是有下降的，当时是以49%比46%稍微的优势川普，但是你看封关民调已经达成了平手，很多人说这对贺锦来说就是一个不祥的征兆。好，但是麦当劳现在也成了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之一吗？我们之前都很有印象这个川普穿上了麦当劳的这个像是围裙嘛，还戴了一个红色的领带，说这个领带都会 over 很长这样。好，他去了麦当劳这边，他在10月20号的时候，宾州的一家麦当劳上面操作炸薯条机。他说川普可不是一时兴起玩一玩因为这次美国总统大选，麦当劳都是川普跟贺锦丽争取认同的对象。好，因为贺锦丽说他也在这个麦当劳打过工，为什么？因为根据麦当劳统计，有高达1/8的美国人都曾在麦当劳从事兼职或全职的工作，所以贺锦丽也强调他的打工经验，所以某种程度上面就是希望跟这1/8的民众产生关联性，也要争取的就是蓝领阶级的认同，就像是我人不清土亲，我有1/4的原住民血统，也有这个概念是一样的。好，那川普、贺锦丽不管是谁当选，现在美国的经济说输不起，恐怕会再对两国有科技的锁喉那选前道琼S&P 500指数都是维持新高，所以选后不论是川普还是贺锦丽，都知道执政要对美国的经济最有利，都以留有政绩，而且持续的提高美国在外交还有军事上面的实力。那选后美国美股维持多头的几率仍比较高，这是一个分析所讲的。好，不过现在欧洲是不是也有点跑路，要跟中国大陆合作呢？我们看到就是英国的首相，这个叫做瓦斯塔莫，好久没有听到首相的名字这么的陌生。好，还有财政大臣里夫斯，他们之前分别出访了萨摩尔跟美国。那他们说，涉华的问题，一方面要继续跟印太来倾斜，一方面又要寻求务实合作，所以显示一个蛮复杂的心态。但是像是里夫斯就说，在这个其他的经济领域当中，也欢迎中国来投资，为英国带来更多的投资还有就业机会。所以看得出来，他们跟中国大陆是又想竞争又想合作的关系。那德国这边也说，中国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这是德新社有说，尽管欧盟跟中国之间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但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副州长兼州经济发展还有能源部长艾旺格仍然希望能够扩大跟中国大陆的合作，也就是说中国大陆是一个理想的合作伙伴。好，现在在中国大陆在美国这就是能分能解，尤其现在美国又要进入到总统大选的关键期。亮哥现在怎么看这个贺锦丽跟川普之间的纠结？我是认为川普应该是胜率非常非常高啦我认为超过70%以上那贺锦丽主要原因是这次选举的4大议题，他都没有提出好的方案经济、通膨、非法移民、犯罪我认为他都没有提出可以说服别人的方案那这4个议题，它有一点还互相影响那尤其是通膨，就是大家每天都碰到的嘛，这实在太明显了。那民主党执政的州还有城市，那犯罪率已经到了离谱的程度了。非法移民，贺锦丽甚至连总人数都不知道还要人家跟他讲说高达650万，你知不知道？而且边境警察一面倒都要投给川普所以我认为他到现在只有2个议题，坦白讲都跟意识形态有点关系啦。一个是堕胎权，那一个是捍卫民主就是我坦白讲，这个选举
选到最后还在搞这个而不是这个去诉求最多大众的议题，那大概就很难赢了啦。因为事实上最近我们可以看到贺锦丽在主要的场在讲什么议题嘛，他到现在还在指控川普是希特勒啊，说他上来美国民主就完蛋了。我觉得你到了选举最后几天呢，还在搞这个那表示你的选举出了问题了那川普是打对议题因为麦当劳就是一般老百姓常常去的，就很接地气嘛。而且麦当劳最近贵到什么样子，你知道吗？我不知道，越来越小。我跟你讲，我那天也是你们踢来，我就不说谁了。他跟他的儿子去美国玩麦当劳2个人叫了一个餐，2个人加一加将近50块美元，1500，将近50块美元就是稍微不错的样子，50块美元那所以我是觉得，那你去超市看所有东西的价格，还有你每天的日常用品的价格这个拜登你说他没有责任，这个没有人相信那川普当然会就他过去执政4年的通膨率来跟你做比较嘛，这是必然的所以这个挺麻烦。虽然说川普有很多缺点比如说爱说谎或者未来会不会在外交上爆冲很多人在忧虑可是美国真的老百姓就是以内政议题为主所以我觉得内政就是我那个非法移民给我的感觉犯罪率增加我的生活好不好那拜登跟历届最近这6个总统比较，不管是经济信心对美国的满意，对你自己生活的满意，在6任总统都是最低的，拜登总统所以贺锦丽再怎么样，你不能说你跟拜登没有关系虽然他想切割对，他想切割，切不掉了所以我是觉得问题很严重。那至于什么美债高企了，这个问题太久了啦，那人家不会认为是这一任总统造成的，这是美国的长期问题好，确实美国的内政才是他们选民最关心的这跟台湾有点不太一样。好，赖教授怎么看美选？美债的问题，其实拜登要负蛮大的责任因为拜登这上来的这4年那个美国的国债，那负担是越来越重，而且也引起了很多专家的忧虑也引起了很多外国的忧虑，因为很多的国家都认为说，如果美国政府的公债、美国的政府的信用破产的话，那他们手上所拥有的美元或者是美国公债，那就岌岌可危了。那对于他们来说的话，他们要做一些避险，该怎么做所以这个都会影响到美国。为什么？因为他现在的利息已经破了8000多亿到9000亿美元了，每一年而且很多人估计每一年破1万亿，就1兆美元，这已经是很有可能会发生的事。观众朋友，你想想看，美国的政府每一年的国家总预算要拿出9000多亿美元，比国防总预算8800多亿美元都还要高来支付利息，而不是本金完全没有本金就有利息。那这样的一个政府如何能够运转下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继续债台高筑，然后继续借钱，所以他迟早会破产。这个是很多人都在提醒的，也很多人会感受到，就是说那我手上要不要带，到底要不要持有美元，还是把它丢掉比较安全一点。我觉得这个对美国如果说形成了一种大家的恐慌开始丢的时候，那这个会雪上加霜，对美国很不利。所以他们有很多的专家都在提醒要有风险意识。那问题就是政客不会去管这个，政客他只认为我任期4年，了不起8年，只要我在我任上没有发生，那是以后的事。我觉得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就是封关的民调告诉你打平手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贺锦丽的这个网络声量在下降，川普的网络声量在上升，大家也都知道，川普现在掌控的更多的话语权，也就是川普的讲的话，更多的媒体会把它登出来、播出来，而且它本身的流通量大，而贺锦丽的流通量小，这个对选举都是很不利的一个情况。所以一般的估计都认为，川普的胜选的几率是高于贺锦丽。那接着大家问，那是川普胜选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情？那一般都认为说美元会再上涨了，
那美元会在上涨，很多人就觉得说，那我美元要掌握住嘛，反正美债不会那么早就破产，美国政府不会那么快就破产。那我只要手上还握着美元，美元如果一升值，那我就有空间了嘛，我有利润，有空间。那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股市会不会再涨的一个问题。那当然有人就开始估计说，那中美的战争，中美之间的未来会更险峻，还是更戏剧性的转变？这个就莫衷一是了，没有人敢笃定的说了。为什么？因为川普的变化性太大了。例如说，他之前对于抖音、对 TikTok 是强烈的反对，可是他可以一瞬间说我爱死抖音了，他可以从恨死抖音到爱死抖音，真的他会这样，就这样子一个转变。那谁也没有把握说他今天恨死中国，明天他说我爱死中国，那这个如果他哪一天说我爱死中国，不可预测，一旦转变过来以后，那所有跟川普的、跟美国人、跟着拜登的人怎么办？好，所以就是因为它不可预测，所以这个川普如果上台湾可能也要有一些警示哦。这个严教授，我在美国待了时间还蛮长的啊，我觉得他今天川普挑麦当劳其实是有一些原因啊。我们知道美国就是共和党跟民主党之间啊，过去就我们常常讲，在这个少数族裔里头啊，民主党占优势嘛，无论是在这个非洲裔或者是拉丁裔，甚至亚裔都占优势啊。然后在性别上面，女性也占优势，然后现在是说在教育水准上也占优势。所以其实你觉得好像打工这个事情啊，川普等于是去找他的基本盘嘛，对不对？如果说我们认为这个是一般的，错了。麦当劳是比较高，在所有的速食店里头是大学生会去打工的地方。因为速食店还有分等级的，不一样。有些速食店大家觉得说哇那个比较 low 一点，你怎么在那里打？麦当劳你进去你看那个服务的人员的这个水准，其实是比一般其他的这个速食店要高一些的啊，所以我觉得川普进去还有希望能够在这个比较稍微有点教育水准的年轻人当中，他还希望再拉一些选票啊，这个是经过精心设计，我认为啊，所以川普的表现是不错，但是大家也没有去想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川普最近也是还是有一点老态，虽然没有像拜登那么严重，但有一点，然后可是他现在是美国，如果他现在当选总统，是美国最老的总统，比上次拜登上台的时候还要老啊！如果你现在觉得说拜登现在这个下台之前已经很糟糕了，那川普要下台之前比他还老，那会不会也很糟糕？其实我们要去想远一点，就是说这样子一个年纪负责当美国跟世界的领导人，我们难道不需要担心吗？我觉得欧洲国家是蛮担心，可是对不起，到最后的投票就是在密西根、在宾州这些几个，他们就开玩笑说7个摇摆州，跟他主持人讲，7个摇摆州里头大概就40-50万人就决定美国总统是谁。那些加州上千万的人都没有用啦。应该讲就是他们就决定美国人的未来，他们就决定美国人的未来，也决定世界的未来。我觉得还有台湾的未来，我觉得这很可怕的。他们自己大概都知道，像譬如说密西根州有很多阿拉伯裔的，他们可能不想投贺锦丽，因为觉得说贺锦丽好像在对以色列也不是很强烈、很强硬。可是确实有第3党的候选人可以投哦。所以这个是比较麻烦的，就是他们可以做出抗议，如果不投票，你不知道他到底是不是投，也没有投，但他投了，结果发现第3党的会出来确实会有影响。我只要提醒大家，高尔在2000年输掉选举的时候，他其实 New Hampshire 大家都在注意佛罗里达，